有没有哪个演员只凭几句话就让你对他恨得牙痒？如果没有，那就看看接下来这幅画面。他整个电影里只有4句台词，你看似很少，但是当你看过电影以后，你发现他全是一系列的行动把这个人演得可恶至极。这个角色就是阿如那在第20条里饰演的刘文京，一个仗着家里有权有势、目无法纪、嚣张跋扈的纨绔子弟。而演完了半部刑法的阿如那，其实刚入行时根本没想过要走坏人专业户这条路，甚至连演戏都只是个意外。可能没人知道，阿如那考上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，对演戏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那时候的他满心满眼都是唱歌，没把演戏当回事儿。进了上戏之后，他一门心思琢磨着学唱歌，找各种机会练嗓子，找老师请教。可折腾了一阵子，始终没什么起色，唱歌这条路算是走不通了。看着身边同学都在专心学表演，他心里犯了嘀咕，干脆想转去沈阳音乐学院安安心心学唱歌。他把转学的想法跟老师说了之后，老师却劝住了他。那时候的阿如那也没什么更好的选择，就听了老师的话，半推半就的留在了上戏，继续学着自己不感兴趣的表演。现在回头看，真得感谢当年那位劝阻他的老师。要是那时候他真转去了沈音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铜匠李宏伟，更没有凭4句台词封神的刘文京。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奇妙，你以为的弯路，说不定就是最适合你的路。阿如那的演艺之路起点就充满了惊喜和意外。他大2那年本来是陪师哥去试戏，结果师哥没被看中，他这个陪跑却被驴得水的导演一眼盯上了。当时导演正在找饰演铜匠的演员，这个角色前期是个憨厚老实、没见过世面的农村汉子，说话结巴，眼神怯懦，看起来人畜无害。后期被欺骗、被羞辱后彻底黑化，变得阴狠恶毒，整个人被报复欲裹挟。阿如那那时候还是个没毕业的学生，没什么演戏经验，但导演就是看中了他身上的那股质朴，觉得他能演出铜匠前期的憨厚。事实证明，导演没看走眼，阿如那把铜匠前期的木讷、卑微演得淋漓尽致，尤其是他被张一曼欺骗后那种茫然、委屈，还有后来被激怒后眼神里的冰冷和狠厉，反差感直接拉满。驴得水火了之后，阿如那也跟着出圈了，但他没想到出圈带来的不只是名气，还有铺天盖地的谩骂。有时候演员的演技太好，收获的也不一定都是好评，尤其是演坏人。大多数人对一个角色起杀心之后，也只是对着角色夹枪带棒的骂几句，但是少部分没有理智的人是会带着演员一起骂的。那时候阿如那还只是个大学生，心理承受能力还不够强，看着网上的恶评，他特别泄气，甚至一度不敢接类似的反派角色。他怕自己再演坏人会被更多人谩骂，也怕自己被这个坏人标签困住，再也跳不出来。这种困境他熬了很久，直到陈可辛执导的100找到他，他才慢慢放开了心结。他开始明白，演员的职责就是演好角色，观众骂他，恰恰说明他演得好。从那以后，他不再排斥反派角色，反而开始主动挑战，把各种坏演绎的淋漓尽致，半部刑法都演完了。2023年狂飙爆火，阿如那饰演的莽村小混混李宏伟再次让全网记住了他。这个角色是典型的窝里横，在外边嚣张跋扈，遇到硬茬就秒怂。我们会发现，在这部剧里，阿如那的发型、神态、动作，甚至说话的语气，都和现实里的小混混一模一样。我刚看这部剧的时候还不认识阿如那，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这不会就是找了个真混混来演吧？除了李宏伟，古董局中局里的郑国渠也是阿如那的经典反派角色。这个角色是人格分裂式的坏，对敌人狠厉冷酷，对自己的奶奶却极尽温情。郑国渠神态转换的那一刻，我想没人会不屏住呼吸，连原著作者马伯庸都称赞他是最大的惊喜，看得人背后发凉。虽然阿如那演的角色个个都是凶神恶煞、无恶不作，但现实中的他和角色却一点边都沾不上。狂飙的制片人秦葛在和他合作后就透露，阿如那私下里是个特别腼腆的人，甚至有点内向，和剧中那个无法无天的李宏伟完全是两个人。阿如那除了演技，还因为逆杀的一段拍摄花絮火过。剧中他饰演的上战有一个侮辱对手演员的剧情，需要让对方从自己的胯下钻过去。开拍时他瞬间进入角色，举止轻佻，语气傲慢，从对手演员的头顶跨了过去。可一旦导演喊卡，他立马跪了下去，从对手演员的胯下钻了过去，还不停地道歉。可以说求生欲很强了。在拍完第20条之后，阿如那还在公开采访里给赵丽颖饰演的角色道歉。这段花絮曝光后，很多人对阿如那改观了。原来那个在镜头里无恶不作的坏人，现实中是这样一个有礼貌、懂尊重、对演戏充满敬畏的人。
他能在演戏时彻底抛开自己，变成另一个人，也能在戏外保持着自己的本心，不被角色同化。现在的阿如那依然被坏人专业户的标签贴着，但他从来没有被标签困住。他用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反派角色证明了自己的演技。铜匠是压抑后爆发的坏，郑国渠是人格分裂式的坏，李宏伟是窝里横的坏，刘文京是特权式的坏。每一种坏都有自己的层次，都有自己的灵魂。很多演员都怕被标签困住，怕自己只能演一种角色。但是在娱乐圈，最可怕的不是被贴标签，而是演技不被认可，没有戏可演。而阿如那用自身证明，能把标签上的一类角色演得有层次，演得登峰造极，也是一种能力。